沙特阿拉伯呢，一个石油闻名天下的国家，是传统与现代、荒凉与繁华混合在一起的神秘国家。一个国家的野心如何体现呢？就是在一片贫瘠的沙漠之上，建立一个占地2.65万平方公里的崭新城市。而王储萨勒曼宣称NEOM 将独立于沙特框架运行，制定一套全新的司法和监管制度，拥有自身的税收制度和劳动法规的未来新城市。它相当于4个上海、33个纽约那么大。而今年呢，沙特政府又宣布了 The Line 未来城中城计划，引起了全球广泛热议。耗资1万亿美元呢，在未来的 NEOM 的里面呢，再修建一座170公里长的镜面长城。如果它能够建成，这将是整个地球上最先进的城市，没有之一。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沙特是如何从一个小部落上演了一场世界级逆袭的。故事呢，就要从1932年开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呢，是沙特的开创者，以其建国之初的名义打下江山。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典型的热带高原地区，每年的雨量不会超过200毫米。这个国家的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6%，而这个土地贫瘠的国家在成立6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一份来自于地球的厚礼。在1938年呢，加州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在沙特首个油井开采成功，之后又相继在沙特发现了全球最大的陆地和海洋油田。而沙特的石油产量节节攀升，一天接近4000桶。更幸运的是，沙特不但拥有大量的原油，而且其原油的质量也十分多样。沙特的石油的质量呢，从超轻型、轻型、中等质量到重型，几乎可以满足全球炼油厂的需求，所以让沙特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下子就赚了一大笔钱。但是那个时候，加州的阿拉伯石油公司却是由美国企业控制的，所以大量的利润都流向了国外，而沙特政府的税收却连1%都不到，所以这块肥肉只有分到一小部分，所以沙特自然是很不乐意嘛。沙特因此就展开了对石油的争夺。首先，他们成功说服了中东地区的其他石油生产国呢，并对本国和外国的投资者施加压力。在增加利润分配的同时呢，1961年还联合了一些主要的石油强国，组建了 OPEC。也就是著名的 OPEC 呢，向增加产量施压，增加其在石油行业的影响力。然后呢，趁着中东第4次大战的时候呢，和阿拉伯石油国呢联手进行了一场市场的操纵。结果呢，世界原油的价格暴涨，一场石油危机让欧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沙特等原油国家则是大赚了一笔。自那以后呢，中东地区发生了一连串的大地震，石油价格也随之上涨。处于战争边缘的沙特呢，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有了这笔资金呢，沙特政府就开始大肆的收购美国石油公司，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1988年呢，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正式成立，并在沙特仅有的11家公司开展了勘探和发展。自那以后呢，沙特就彻底掌控了整个国家的石油，而沙特呢，则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一个喷嚏呢，居然能够让世界为之颤动。沙特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其石油收益呢，已经成为了沙特经济的重要支柱。这是一种单一的工业结构，也有很大的风险。如果石油和天然气出现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经济崩溃。所以尽管沙特和美国有很好的联系，它暂时不会受到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制裁，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险。而石油呢，终有枯竭之日，无法继续发展。与此同时呢，随着页岩油的技术的不断突破呢，以及绿色能源革命的强劲冲击，这些都会对传统石油强国进行挑战。而沙特呢，已经成了这场战争的中心，而胡塞武装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呢，将沙特团团围住。任何时候沙特都会收到一份丰厚的大礼，所以让投资者们对沙特能源市场的价值会产生怀疑。在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而沙特的石油收入直线下降。沙特从2014年开始就财政赤字了，所以沙特也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为了避免石油的阴影呢，为了实现多元化的经济，所以他们开始钢铁、海水、氮化发电、水泥等各种非石油行业都有了。但是效果呢都不是很好。到了2012年呢，世界石油市场就出现了巨大的动荡，让沙特呢陷入了恐慌。在这段时间里呢，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成为了一个被载入史册的人物。萨勒曼是沙特的王子，他在沙特国的法律学院获得了法学学位，作为了萨勒曼私人的顾问。他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萨勒曼于2015年成为了王室法庭的秘书长，并成为了新的经济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萨勒曼在就任后呢，并没有隐藏他的改革雄心。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成为王储后的头1年，萨勒曼就提出了一个宏伟的2030远景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立2万亿美元的大型主权财富基金，卖掉国有沙特阿美的股份呢，减少对石油的补助，增加投资，打开大门，让外国投资者进入10个重要的行业，几乎囊括了沙特所有的生活。
而这位王子呢，更是突破了所有的禁忌啊，允许妇女驾车，允许电影上映，降低宗教警察的权利。在2013年的远景计划中呢，一座超级大城市的项目就已经正式启动了。萨勒曼绘制的沙特西北地区画了一个圈，面积呢是上海的4倍，纽约的33倍。这个还没有在谷歌地图上显示过城市的名称呢，它起名叫尼昂。它的名称本身呢具有特别的意义。NEO 呢在希腊语中啊表示是新的，最后的 M 呢在阿拉伯语中啊意味着将来。而这一次呢5000亿美元的尼昂呢就是萨勒曼上台之后最大的一笔投资。尼昂呢位于约旦、沙特、埃及3个国家的交界处，与红海、亚格巴湾、苏伊士运河接壤，在世界范围内呢建造一座连接埃及和非洲的桥梁，占据世界贸易总量的12%。这就意味着尼昂呢将会是一个全球重要的经济生命线，也是欧亚和非洲大陆之间的联系纽带。所以沙特给这座城市提供了很高的地位和特权。萨勒曼宣布该城市将不受沙特现行的政府框架约束，建立一种新的法律的规章体系，并有自己的税务系统和劳工条例。我们在宣传的资料中也能够看到，该市的居民将会从沙特严厉的禁令中解脱出来，包括伊斯兰教区域曾经禁止饮酒还有女性必须戴头巾等等。但是在尼昂里面呢，你是可以饮酒，也可以不戴头巾的。这与沙特几百年来的建筑不同，因为它是独特的。这个现代化的城市将会是一个没有任何可以容纳旧思想的世界。而萨勒曼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过，在这里尼昂就像是沙特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一个先行示范区。而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好的条件呢，就一定要有所有的未来的技术。这一片新的城市确实是沙特理想中的高端工业基地，主要体现在以能源和水源为主，里面包括了9大行业，比如说电子技术、生物技术、食品、数字化、制造业、高科技、媒体和娱乐。例如沙特就提出了包括能源和水在内的计划。沙特的一个公共投资基金称尼昂的电力将全部依赖于风能和太阳能。而沙特在2020年6月就宣布将投入2000亿美元，用于建造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因为沙特的新能源开发潜力很大，其光照资源是全球最多的，而沙特大部分国土面积更适合安装新能源，价格低廉，风力资源也丰富，平均的风速达到每秒6公尺，有些地方甚至更高。所以不知道为何老天总是在关照着这个国家，先是石油，接着又是太阳能，这都是沙特的优势。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它在这个未来新城中的交通工具和3维电力传输的系统。他们在计划在这个城市中只有自动驾驶汽车和飞行汽车。该工程预计于2025年完工第一期工程将在非洲和亚洲之间开通萨尔曼国王大桥。那么在粮食生产上，这里怎么办呢？就是每个人应该吃什么呢？他们在沙漠中创建了多个绿洲，充分利用了尼昂的垂直耕作的思想。传说这里会建造夜光海滩，也就是在晚上海滩会泛着荧光。在天空中会建造人工的人造月球，这座被称为夜晚的巨型人工月球将会点亮整座城市。也就是说，到了晚上我们的城市不再是黑漆漆的了，而是永远拥有一个月光在照耀着，让人有着一种叹为观止的奇幻与美丽，仿佛来到了阿凡达的世界。其他还包括海洋农场、太阳能温室等等，这里完全就是一座科幻电影中的城市，它正是人们梦想的地方。根据 BBC 报道尼昂有望在2030年为沙特 GDP 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的贡献，达到沙特人均 GDP 世界第一的水平。而尼昂计划在2025年建成，现在仅有3年的时间了。沙特阿拉伯的超级大都市尼昂工程再次被延期，但是尼昂的情况与阿卜杜拉的国王经济圈仿佛很相似都是核心人员离开，国外的投资者也是，所以沙特并没有因为尼昂的进度变慢而气馁，反而表现出了一种难以置信的乐观。沙特依然对于2030年的亚运会的申办有强烈的信心，他们希望在2030年能够让全世界看到独一无二的尼昂未来新城。在2022年的7月25日沙特政府又宣布了 The Line 未来新城计划，引起了全球广泛热议，耗资1万亿美元在沙漠修建170里的镜面长城。而大多数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幻想。目前居然中建股份、西班牙 FCC 公司和沙特组成了联合体，与沙特主权基金全资拥有未来新城公司Neom Company。所以他们签订了 The Line 先导项目，而沙特交通隧道的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该项目包括2条并行的高速客运铁路和重型货运道路隧道，单线长度为15.75公里。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涉及主隧道的开挖、初期的支护、防水以及中隔墙的施工等等。也就是说，该项目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它居然真的开始修建了。那到底什么是 The Line 新城呢？
The Line 呢，项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线性城市，全长接近170公里，从红海、亚格巴湾一直向山区、度假胜地和沙漠地形延伸。它横跨3个不同的区域，比如说有海滨、沙漠、山地、山谷等等。每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各异，各区域可以根据环境的条件而发展不同的项目。所以全长170公里的新城仅有200米宽，建筑高度呢超过500米，由2个平行的强壮的摩天楼构成，中间呢为开放空间，外侧呢由镜面幕墙包裹，内部呢包含了住宅区、商业区、办公区、学校和公园等等，可以容纳900万人。一条高速的铁路呢将贯穿整个城市，所以城市的一端到达另一端，他们预计不会超过20分钟。与其他类似内容的城市相比呢，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意味着基本设施的占地面积小，城市运行的能效水平比以往更高效，因此提供了一种新城市规划的设计方案，将城市功能垂直分层分布，让人们在3维空间上中下呢无缝出行。这一概念被称为零重力城市主义。整座城市将垂直分布为3个部分，地面上为完整的步行区，没有任何的公路，没有汽车，绿荫环绕。第2层为商业区域、空间服务等等。第3层位于城市的最底层呢，是直线城市的骨干结构，属于货运人员活动区域。超高速运输体系呢，让人们可以在20分钟之内直线到达城市的任何地点。没有私家车，没有公路，没有尾气污染，一切呢清洁能源驱动。所以2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大大小小的人行道相互勾连。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在5分钟之内到达所有的公共设施，其中包括学校、住宅、办公、公园、商场、体育、社区、农场，全都不用一块一块再占着地了，而是上下穿梭就能够到达。项目规划保留超过95%的原有自然景观，居民随时可以投入周边的大自然的怀抱。精心设计的城市环境实现阳光、绿荫和自然通风的最佳平衡。所以遍布城市的绿色开放空间将为在此居住的工作和旅游的人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和体验。The Line 也是以垂直耕作的方式呢，为居民们提供食物、蔬菜，自动收割打包。居民们付费可以订1日3餐，他们可以通过走廊穿梭在2座建筑物之间，离地面300米处都有体育场。2座码头呢，则位于2片镜面大楼的拱门下，为游艇提供停靠的港湾。新城将会通过世界产能最大的制氢工厂孵化和加快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目标呢是超越零碳，进入循环经济，以未来思想推动变革。在200米宽的城市的2侧呢是2道镜面玻璃，墙幕反射着沙漠和天空呢展现出了自然与人工强烈的对比。在中东这样一个沙漠环境中，传统的城市宜居环境的建造和维护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远大于资源丰富的地区，因此集中约束型的建造这样的一个城市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而 The Line 的概念上继承了线性城市的理念呢，又突破了以往城市的形态，也突破了孤立的超高层建筑的概念。在传统的城市中，城市的高聚集性引发了建筑的纵向发展，而纵向发展的目的呢是集约和高效。而传统的超高层相互割裂呢，人员的交通全部需要回到地面，从一地呢再去另一座高楼里面，所以大大增加了交通的需求和交通成本。而把无数个高层建筑连为一体呢，空中多维的交通网络就自然而然形成了。所以 The Line 的每一项规划都浓浓地透裂出了科幻的味道，似乎是一座赛博朋克的城市。而沙特王室成员呢，都希望该计划可以在2030年前完成，但现在新城规划仍然面临许多的挑战。在2021年年初呢，初期的项目影响评估就指出建筑师必须分阶段的建筑该项目，大约需要50年的时间。而工程项目已于今年的第1季度已经开始施工了，第1阶段呢将持续到2030年，耗资呢2.15万亿人民币。在沙特规划里面呢，到2030年呢，这个城市将容纳100万居民，创造38万个就业岗位，对 GDP 的贡献呢高达480亿美元。萨勒曼就称The Line 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在沙特看来呢，The Line 作为沙特阿拉伯2030年愿景的基石和沙特经济的新引擎，它将推动国家经济多元化。萨勒曼就说那些没有梦想的人呢，没有必要来到尼昂。这座城市只欢迎那些希望到达新世界的梦想家。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